这是10月16号。10月16号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这2天国内的媒体在热炒的原来的黑龙江的鸡西市的副市长李传良贪污31个亿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呢，在国内炒得非常之火爆，尤其是官方媒体大篇幅的在报道，自媒体呢更是热衷于传播这条消息。究竟这个李传良是不是贪污了31个亿？尤其是他所在的这个地区鸡西市或这个霍岗市这都是在黑龙江应该是比较贫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是现在看起来是个很荒凉的地方。他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或者说呢，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贪污到31个亿的？我想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习近平过去10多年的反腐，人们呢对反腐实际上已经贪官落马反腐的这个数字大家都已经非常之麻木。前段时间我看到自媒体上在传这个好像说是这个中石油的什么老总说是有9000亿。这个自媒体现在呢是越来越编这些故事编得越来越离谱。你想想，一下子贪污9000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数字已经越来越这个觉得不是太大的意义了。这一次31个亿是官方的媒体宣布出来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李传良这件事情呢，那就是炒得很凶。因为最早是在10月14号，黑龙江这个传到的是鸡西市霍岗市的这个原来的副市长李传良涉嫌贪污了31个亿突然呢是在网络上热炒起来的。而在这之前人民法院报也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刊出了这个案子的一些公告，直接的提到涉案31个亿。尤其是涉及到上千套的房产，这样的一个在贪腐横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数字在官方的媒体公开出来，也是呢筹摸惊心的。周一包括新华报业网、新京报等媒体集中的对李传良这个涉贪的事情进行了集体的报道。网民看了之后感叹这些涉案的财产数字巨大之外，也同时注意到人民法院报在10月11号非常罕见的以一个整版，另外还加半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这个案子的公告，其中非常详细的罗列出了李传良涉案财产的具体的位置和情况。这种做法在此前的类似的这个贪腐的案子中可以说是极其的罕见。昨天呢，我在 X 平台上转发了这条消息。到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2点多的时候，人在美国东部的李传良给我留言，希望今天呢好好的跟我聊一聊这件事情。他说公告的内容显示出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背后实际上牵扯到新冠疫情期间李传良今年61岁，他是黑龙江人，在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长期在黑龙江鸡西市任职，曾经先后担任过鸡西市的副市长、霍岗市的副市长。根据人民法院报公告网10月8号发布的这个公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李传良实施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将办理牡丹江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的没收犯罪嫌疑人李传良违法所得的一案。参与李传良涉案的亲友案件的代理的这个一位律师说这种公告的方式本身就不符合法理的程序。这个人犯罪了，判他有罪，然后就他的犯罪所得涉案的财产，按照刑事诉讼法有没收的这个程序。但是现在对他的案件还没有定论，就把他的这个全部财产没收了，这完全不符合法理的程序。从牡丹江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中可以看到，这个法院仍然称李传良为犯罪嫌疑人。虽然法院表示有证据表明李传良实施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但这些罪名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已经判决，公告并没有提及。今天下午李传良跟我在电话中聊了好久。由于他年迈的母亲在国内看到这些新闻之后吓得卧床不起，他这几天也没有休息好，有点疲乏。他说他的这个案子早在2020年9月的时候就被黑龙江省监察委立案调查，他也在同一个月被黑龙江检察院批准逮捕，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的这个案子的法律文书，更不要说被审判。他们没有对他这个案子有过任何的处置，长达几年来也没有通知他请律师，因为请律师是需要正式起诉，通知他才能请律师，但是没人通知他。李传良说他在2020年就到了美国，也没有收到逮捕通知书。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在中国国内的网络上完全查不到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对李传良的贪腐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的公告，或者是相关的报道。李传良强调说他确实没有得到被检察院起诉的任何的消息，也没有收到起诉书的副本。参与李传良亲友相关案子的这个律师说此前也没有听说李传良或者亲友有收到过任何直接以李传良为对象的法律的文书，包括起诉书。他说我们一直也在等着他们对李传良的起诉，我们也担心搞什么缺席的审判，所以一直关注这个案子。结果没有等来缺席审判的相关的文书，结果看到了人民法院报的一纸公告。李传良他补充说，他说虽然他身在美国，但是国内的司法机关有他的联系方式，他在国内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而且他的亲朋好友也没有收到针对他的相关的法律文书。李传良在涉嫌贪腐的案子中，有多位的亲友或这个商业的合作伙伴被牵扯到这个案子当中。因为他的这个案子被抓捕或被判刑的亲友或者是合作伙伴，到现在为止已经多达40多人。这些案子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极其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还没有对李传良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查，就对亲友的案子走完了法律的程序，对所谓牵连李传良案件的这个行为进行了先行的审判。亲友被判的这个罪名也是各式各样，都是涉及到窝藏、转移证据、配合性毁、贪污等等罪名。很多的亲友实际上都是稀里糊涂被抓被判，有些对李传良的企业的经营状况
完全的不了解。在《人民法院报》这个李传良的案件的公告中，网民当时最热衷于讨论的是涉案的这个财产的规模，除了这个31个亿的这个人民币之外，还有1210个房产，21块土地，38辆汽车，以及呢18家公司的股权等等。我们知道鸡西市作为一个5线小城市，在李传良担任副市长期间，也就是呢2021年到2014年期间，整个鸡西市它的预算收入加起来那几年也才不到30个亿。一个连常委都不是的一个副市长，即使全部拿走，这个鸡西市它是掘地3尺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的。李传良曾经担任过副市长的霍岗市，他的政府网站上面的公开的消息也显示，霍岗市2023年度整个财政的这个预算也不过只有32个亿。李传良的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就几乎相当于霍岗市1年的这个财政收入。所以李传良对这件事情他既好笑又感到了很无奈。他说其中很多涉及到我或者是我亲友的都是合规或者是合法经营的资金或资产，还有很多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知道的，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或者是相关的关联企业的或者是呢其他的可能跟他有来往的一些企业的，有商业来往的企业的。所以李传良说他也是呢刚刚看到这个所谓的详细的公告，他还没有来得及去筹个的去核对那些这个人民法院报罗列的这些资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内的媒体对李传良的这个报道一般的都是指认李传良说是他是2017年3月才辞去公职。但是李传良说实际上他在2014年4月就正式的提出了辞去副市长的这样的一个申请，5月份就正式的批准了他的辞职，而且呢也就正式的离开了政府机关，停发了他的工资。但是呢因为他是党政干部，后来呢接受了长达3年多的各个方面的审计，既有组织部门的审计，也有审计部门的审计，还有纪检部门的这个审计，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才正式的给他下发了离职的这个通知书。所以在2017年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所以说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领取了普通的护照。所以李传良说呢，他从2014年离开政府之后，他就一直呢在经商，而且呢在这个期间也得到了呢亲友和一些朋友的帮助由此呢积累了一些财富。李传良说这个法院公告的1000多套房子，实际上都是公司开发的房地产的项目。因为黑龙江这些地方的房子不好卖，迟的没有卖出去，所以法院在这个公告中他一套一套的把它罗列出来，让人感觉到很多1000多套，让外界以为这个李传良真是个巨贪，贪了那么多的钱，又贪了那么多的房子。法院的公告中还提到2020年12月1号，黑龙江省公安厅以涉嫌贪腐的名义对李传良发布了通缉令。但是那个时候李传良实际上已经出国将近2年了，而且呢据这个李传良通过内部审计取得一般的公民护照也已经过去了3年的时间，离他辞职下海经商也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李传良说辞职的时候
已经通过了多个部门对他的辞职对他的任职期间进行了长达3年的严格的审计，最终都出具了正式的审计报告。那个时候都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呢突然说他贪污了那么多钱，这岂不是非常之荒谬的事情吗？李传良说2017年的审计结果是黑龙江省委当时直接给他下的通知。李传良说黑龙江多个部门对他的立案调查以及通缉等等行为，主要还是因为他在狱刑期间在海外公开的批评了中国政府的防御政策，以及他公开宣布退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共产党对这个体制内出来的人从来都是不手软的。2020年8月25号的时候，李传良在海外接受了媒体的专访，表示当年2月份也就是他过去在任职时候的他的部下鸡西市衡山区委书记孔令宝，因为当时疫情的风控，他说了几句真话就遭到了政府的严厉的迫害，所以他也因为担心受到同样的迫害，所以说才转往美国申请了庇护，并且后来他接受了美国中文媒体的采访，公开声援他当年的老部下孔令宝。李传良强调说一个时间节点非常关键，那就是当年的9月7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发布了他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正在被监察机关调查的消息。从这个时间点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官方对他敢于在海外发声当时的一个应对的措施。最近国内的媒体多次报道在提到了李传良说他这个是在2020年7月10号被黑龙江省监察委立案调查的。但是李传良说这并不是准确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之前，中国媒体对他的报道中从未提到这个所谓立案的这个日子。李传良说现在不仅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就是媒体也在对他进行污名化。他呼吁说我倒是希望把所有的真相都能够公开，法院能够公开的开庭审理，我能够公开的委托律师进行辩护。对于污名化，他并不担心，他对自己在任职期间的所有的清白他非常自信。李传良还说等忙过了这段时间，他将公开很多官场的丑闻。他也呼吁，面对这种以手遮天的政治制度，只有更多体制内的人站出来公开的揭露真相，才能唤醒更多体制内外的力量。所以我想在过段时间我想请李传良一起来露面来做更多的节目来让大家也更多的了解李传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